兴平2年，孙策20岁，他的父亲孙坚已经死了4年，他替袁术打了4年仗，没有换来1寸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一年，他带着不到2000人南渡长江。2年之后，江东市民都知道了孙郎的名字，《三国演义》后来又给了他一个更响亮的称号——小霸王。但打下一座城和让这座城为你运转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孙策是孙坚的长子，孙坚死在荆州的战场上时，孙策17岁，父亲留下的旧部程普、黄盖、韩当跟着孙家辗转投到了袁术帐下，孙策也跟着去了。袁术看中孙家的兵，孙坚生前打出过击败董卓的战绩，这批旧部战斗力强，经验丰富，但袁术只想用这些人，不想让孙策独立。孙策替袁术打了好几年仗，每次立了功，原本承诺的官职和地盘总是落不到他手上，一次又一次，袁术食言。孙策明白了一件事，留在袁术手下，他永远拿不到属于自己的地盘，他必须出去。他向袁术提出请求，让他带一支兵渡江南下，替袁术扫平江东的敌对势力。理由说得漂亮，这是帮袁术扩大地盘，真实意图只有他自己清楚。《三国演义》在这里安排了一个著名的情节，孙策用父亲留下的传国玉玺作为抵押，向袁术借兵。正史中并无明确记载这一交易细节，但不管具体条件如何，结果是一样的，袁术松了手。孙策得到的兵力极为有限，根据不同史料记载，他出发时大约只有1000余人，加上沿途陆续会合的父亲旧部和新招募的人马，渡江前膨胀到了5、6千人。数量不多，但这支队伍有一个特点，核心全是经历过实战的老兵，带队的全是跟孙坚打过硬仗的老将。还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孙策，周瑜。周瑜出身庐江大族，和孙策年龄相仿，少年时就结为好友。孙策南渡时，周瑜带着自家的部曲和物资前来会合。他不只是一个谋士，他自己就带着兵和粮。队伍集结完毕，孙策渡过了长江。江东当时的格局并不统一，名义上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驻扎在曲阿一带，控制着长江南岸的核心地区，但他的实际控制力有限，周围还有各种地方势力和豪强武装各占一块。孙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刘繇，两军交战的过程干脆利落，孙策亲自冲阵，勇猛到让对手的部队直接崩溃。刘繇的兵不是不能打，而是没见过这种打法，主帅自己提枪冲在第一排，牛渚一战，孙策击败刘繇前部，随后挥军直取曲阿，刘繇抵挡不住，弃城而逃。消息传开后，江东震动，不是因为刘繇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孙策的速度太快，从渡江到击败扬州刺史几乎没有停顿。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总是亲自冲杀在前，骑术精熟，力量惊人，每次出现在战场上就像一道不可阻挡的信号。当地人开始叫他孙郎，后来的人又把他和几百年前同样以勇猛闻名的西楚霸王项羽联系在一起。但孙策和项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他不只是勇猛，他还懂得收拢人心。每攻下一处，他严禁士兵劫掠，善待俘虏，主动释放愿意回家的敌军士兵。愿意留下从军的人还可以免除门户服役，不愿从军的人也不强迫。这个做法让一件事开始发生，沿途有人主动来投，队伍在迅速膨胀，渡江时不到6000人。击败刘繇后，各方归附者迅速增加，孙策没有停。刘繇败走以后，孙策没有留在吴郡逐一清理所有地方武装，而是继续向南渡过浙江，进攻会稽。挡在他面前的是王朗。王朗是会稽太守，经学名家，在士人中声望很高。他不像严白虎那样以地方武装起家，是一个有文化有名望的正式官员。但王朗并不是一触即溃，他率军凭借固陵一带的地势抵抗，孙策几次渡水进攻都没能打开局面。孙策的叔父孙敬献计，正面强攻不如从小路绕到侧后，孙策采纳，分兵迂回，前后夹击，王朗大败，弃城出逃。后来辗转投奔了曹操。拿下会稽以后，孙策又转过头来继续清理严白虎等吴郡地方武装。严白虎是吴郡一带的地方豪强，手下聚集了大批人马，在本地经营多年。他不是朝廷任命的官员，而是趁乱自立的武装势力。除了严白虎，吴郡各地还有邹他、钱同、王成等地方势力，各自拥有数千乃至上万人。这些人并非外来的朝廷官员，而是真正在当地拥有宗族、人口和武装基础的豪强。孙策依靠连续的军事胜利，逐步击破这些力量。从渡江到拿下会稽，孙策用了不到2年，整个江东城门一扇接一扇被推开。刘繇是朝廷刺史，败了；王朗是经学名家，败了；严白虎等地方豪强也无法在正面挡住他。但击败一支地方武装不等于整合这支武装背后的宗族、人口和社会关系。这些城门推开之后，真正困难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城门开了，很多人也来了。孙策并不是没有得到江东社会的支持，恰恰相反，他严禁士兵抢掠，对刘繇旧部实行宽免，又允许不愿从军的人自行回家。命令发布以后，各方迅速前来归附，百姓还带着牛酒犒劳他的军队。孙策也很会用人，史书评价他善于接纳人才，能够让市民尽力，许多人愿意追随他，不只是因为害怕他的军队，也因为这个年轻人表现出了和普通掠夺者不同的一面。但这种归附来得太快，有些人是因为刘繇已经败了，有些人是因为孙策的军纪严整，有些人是被他的个人勇猛和声望吸引，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目的迅速聚集到同一面旗帜下面。问题在于，这些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变成稳定的行政秩序。孙策打下的每一座城，城墙可以接管，驻军可以替换，但让一座城真正运转起来的那套东西，税收、户籍、诉讼、水利、集市管理，仍然高度依赖当地官吏和地方社会。县令可以更换，但县令下面的院吏、书佐、仓草，这些真正处理日常事务的人，大多来自本地，或者与当地家族存在密切联系。孙策的军队可以推开城门，却不能长期替他管理每一个县。他需要文官，也需要能够把军事征服转化成日常治理的人。他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张昭。张昭是徐州彭城人，因避乱南渡来到江东。他是当时公认的名士，精通经学，也熟悉政务。孙策任命张昭为长史、辅军中郎将，把大量文武事务交给他处理，并以师友之礼对待他。张昭不是江东本地豪族的代表，他代表的是另一股重要力量，从北方南渡的士人。这些人离开了原来的家乡和政治网络，在江东重新寻找立足之地。孙策需要他们的知识、声望和行政经验，为自己的军队补上一套处理政务的骨架。张宏也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与此同时，孙策还必须继续吸收愿意合作的江东地方力量。孙坚旧部、孙氏宗族、南渡士人、本地官吏和地方豪强，来源不同，利益也不同。孙策可以凭自己的威望把他们暂时聚在一起，但要让这些人从追随孙策变成共同维护一个稳定政权，还需要更长时间。而孙策的性格也在制造问题，他处理反抗时手段有时过于酷烈，杀人太干脆，不给人留下退路，刀够快，军纪也够严，愿意归附的人同样不少。但怎样让这些建立在个人威望上的关系，在他不亲自出现时仍然有效，才是真正困难的部分。回到开场的问题，孙策为什么能迅速打下江东，却不能只靠武力统治江东？先看他为什么打得这么快。孙策渡江时拥有一支规模不大但核心极强的军队，程普、黄盖、韩当带领的孙坚旧部经历过中原战场上的长期作战，有实战经验，也有稳定的指挥关系。他的对手则彼此分散，刘繇、王朗和吴俊各地的豪强武装分别控制不同区域，无法组成统一战线。孙策可以集中力量逐一击破。孙策本人的勇猛和亲自冲阵也极大提高了军队士气。但他的扩张不只依靠武力，严整的军纪让百姓不必把孙策的到来理解成另一场抢掠。对降族的宽免，让刘繇旧部可以在不付出过高代价的情况下重新选择立场；对自愿从军者减免赋役，又迅速扩大了他的兵源。武力负责击败对手，军纪、宽赦和用人负责吸引归附。这几样东西结合起来，才构成了孙策横扫江东的真正速度。但军事胜利和快速归附只完成了第一步。一座城池的日常，谁来收税，谁来断案，谁来修桥铺路，谁来管理粮仓，这些事情不能长期交给军队。在江东，基层行政高度依赖本地官吏、宗族和地方关系。一个县的县令可以更换，但县令下面真正处理户籍、粮仓和赋税的人，往往仍然来自当地。没有他们，新任官员甚至很难迅速弄清这个县有多少人口、多少耕地，能够征收多少赋税。地方家族还掌握着土地、部曲、佃客和宗族关系。孙策击败一个豪强首领，不等于这些人口和资源就会自动进入官府的控制。这就是孙策面对的真实困难。他的军队可以打开城门，但城门后面的社会关系需要重新建立合作。孙策当时能够依靠的是几股不同的力量。第一股是孙坚留下的旧部，他们是军事核心，对孙氏忠诚，但人数有限。第二股是孙氏宗族，孙策的兄弟、叔父和族人，能够替他控制军队和部分地方。第三股是张昭、张宏等南渡士人，他们熟悉政务，拥有声望，可以为孙策补充行政能力。第四股是陆续归附的江东地方官吏、豪强和普通市民，他们掌握着真正的地方资源，却未必与孙氏拥有长期稳定的共同利益。孙策可以凭连续的胜利和个人威望，把这些力量迅速聚集到自己身边，但这种结合仍然高度依赖他本人。人们相信的是孙策能继续打赢，相信孙策能够保护他们，也相信孙策会兑现自己的命令。只要他不断获胜，这个联盟就会继续扩大。问题是，一旦孙策不在了呢？这些关系能不能脱离他的个人威望，继续稳定运转？
孙氏旧部、南渡士人和江东地方力量能不能接受另一个继承人，这才是孙策真正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他并不是只会用刀，也不是没有得到江东市民的支持，恰恰相反，他很会吸引人，也很会让人愿意追随。但他的政权建立得太快，时间又太短。军事胜利、军纪、宽赦和个人魅力让他完成了迅速征服。稳定的行政制度和能够脱离个人存在的合作关系却还没有完全形成。吴书后来评价孙策去世时，立世日浅，恩泽未洽。他统治江东的时间太短，恩信还没有真正深入所有地方。孙策完成了征服，也开始了接管，但后面的路只能留给孙权继续走下去。孙策用不到2年时间打穿了江东的主要防线，他的刀够快，快到没有人能在正面挡住他。但真正让人们归附的不只是刀，还有他的军纪、宽赦和用人。问题在于，这一切仍然围绕孙策本人运转。他找到了张昭，吸收了南渡士人，也开始接纳愿意合作的江东地方力量，但他还没来得及把这些关系变成一个离开自己也能稳定运行的政权。建安4年，20多岁的孙策已经基本控制江东，6郡在手，军队精锐，周瑜替他镇守一方，张昭替他管理政务，老将们替他看住边境。他拥有大多数诸侯终其一生都得不到的东西，但他仍然喜欢轻骑出行，不带大规模护卫。身边的人劝过他，他没听。江东的山林里，有些仇恨正在安静地等。孙策的江东还没有真正稳固，北方的局势已经走向摊牌，曹操和吕布之间只剩最后一战。下邳城下，水即将灌进来。